范闲抬起头来，看着那片光点，唇角微翘，说道：不过我还是想得些好处。依照我的分析，所谓天脉者，不过就是在历史的长河中，你通过那些行走于天下的使者，传授了一些与当时时代并不平等的知识给那些人。如此说来，苦荷大师是天脉者，我那皇帝老子也是天脉者。都说天脉者几百年才出现一次，但很显然，最近这几十年，这片大陆未免太过热闹了一些。仙人的面容没有丝毫颤动，只是微微俯身，居高临下的看着冷静说话的范闲。片刻以后说道：那些是意外情况，并不是天脉者。范闲点了点头，没有反驳这句话，因为不论是苦荷大师修行的公诀，还是皇帝老子炼成的霸道真气，准确来说，都是老妈叶青梅当年从这间破庙里偷出去的东西，传承没有合法性，神庙里的这位老人自然不肯承认。孩子，你知道的事情很多。雪台上那位仙人温和地注视着范闲。不要叫我孩子，我不喜欢被人这样称呼。至于我知道的事情确实不少，毕竟我有自主思维，而不是像你这个无数年间派到世间的使者那样，没有自己的感情和思维。范闲毫不退缩地回视着仙人幽深的双眸，平静说道：我甚至能知道你先前那一大篇文章，其实全部都是抄袭的词句。由此可见，你只能进行一些简单的收集与编写工作，却无法拥有自己的创造能力。自从雪地里站起来了以后，范闲就一直冷静到甚至有些冷漠的与这位神庙里的人物平等对着话。他似乎毫不担心这座玄妙的神庙会很轻易地杀死自己。然而这些冷静其实也只不过是伪装出来的，这些情绪只是基于他对神庙的分析以及两世的知识。是陶武袭，看来你真的很令我吃惊，让我想到了一些事情。不过你们如果愿意成为神庙的使者，我可以不介意你言语间的无礼。仙人冷漠地开口说道：神庙从来不与凡人进行交易，这一点请你记住。你既然想起了当年的一些事情，自然知道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所有人都会被你吓到，然后随便你说什么都听你的。你只是一个孤老头了，你手下的那些人都一个一个的死了，除了我们，你以为天底下还有谁能够找到这座破庙？不论你让我们离开还是杀死我们，你都只能永远的困在这座雪山里，再也无法知道你所平静注视的人世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事儿。就算可以破例交易，但事实上你们已经取得了神庙无私的赐予。你们作为神庙的孩子，应该为整个世界的可持续发展贡献出自己的力量。我不知道神庙赐予了我一些什么。仙人的目光在雪台前三人的身上扫拂而过，说道：选择你们入庙，将这个伟大的使命交予你们，是因为你们身上都有神庙的气息，尤其是你。仙人的目光最后落在了范闲的身上。海棠朵朵，上承青山之意，苦荷大师能够成为一代宗师，靠的就是当年叶青梅从神庙里偷出去的功法。而东夷城的无上剑意也或多或少带上了几分神庙使者的风格。气息最为浓郁的当然是范闲，他自幼和五竹叔一起生活，他是叶青梅的儿子，神庙流落世间的几大功法全部在他的体内。这位枯守神庙不知几万年的仙人自然可以很轻易地看出来这一点。您的意思就是说，不可能再给我们三个人任何好处了？范闲唇角微翘，笑着说道：既然如此，当然不能入宝庙而空手回了。你若不给，我们就只好自己搜。话音一落，光芒中的仙人微微笑了起来，似乎对于蝼蚁一般的世俗凡人，居然敢在自己天神注视的目光中强行在神庙里抢劫宝物，感到了一丝荒唐。然而更荒唐的事情在后面。范闲说完那句话之后，就不再和那些光点多说话，
而是直接绕过了石台，向着薄雪之下神庙里保存的最完整的那个建筑走去。海棠和王十三郎吓了一跳，不知道这样一个无礼的举动会不会激怒庙里的仙人，待会儿是不是有天雷降世，将范闲轰成灰灰呢？雪台上光点凝成的仙人模样，面容微僵，似乎他在所有的计算之中没有想到范闲的举动。紧接着，仙人的身体马上解体，转瞬间就出现在了范闲行走的道路之前，拦在了那座完整建筑的门外。消失复现，这样的速度确实不是人世间能够出现的场景。然而海棠朵朵和王十三郎强行压抑住内心的惊骇，化作2道青烟掠了过去，试图在仙人的暴怒一击之中保住范闲的小命。然而什么也没有发生，范闲的脚步都没有丝毫的停顿，直直地向着那片光点凝成的人形里走了进去。那些光点没有被他的身躯撞散，也没有四处飞开，更没有变成无数的天雷将他炸成粉碎，而只是忽然间胀了胀，似乎粘附在了范闲的雪袄之上。就这样，在海棠与王十三郎震惊的目光之中，范闲直接走入了仙人的光芒，继而走了出来，靠近了那座建筑的大门。一阵微风拂过，仙人的光芒再次大作，又忽然出现在了建筑大门之前，拦在了范闲的身前。然而那双深不可测、犹若苍穹的双眼里却出现了几丝木讷的神情。范闲平静地看着飘在空中仙人的眼眸，沉默片刻以后低声说道：我看透你了。极寒的北地雪山，极冷的缥缈神庙，范闲头也不回地往那座建筑里行去，再次撞破了仙人的身躯。在这片白雪覆盖的天地里，生出无数令人目眩的光点。没有人注意到雪袄之下，他的后背已经湿透了。在这样冷的气候里，汗水从他的身体里渗透了出来，打湿了所有的内衣。他的表情依然平静，谁知道先前闯入仙人身躯的那一刹那，他凝结了多少勇气，多少的决心。神庙到底拥有怎样深不可测的实力？究竟是不是如皇帝陛下和五竹叔所言，已经荒败到了某种程度？范闲并不清楚，只是五竹叔明显失陷在这座雪庙之中，让他内心对于这座神庙有种天生的警惧，可是他依然要赌。眼下看来，似乎他是赌赢了。那些光点凝结而成的仙人身躯明显没有什么极为强悍的力量，更大程度上与范闲先前猜测的全息画面有些接近。然而神庙里依然有许多秘密，很多解释不清楚的事情，比如这周遭浓郁的天地元气，比如那些曾经被母亲偷出去的武功秘籍。那个世界里或许有陈氏太极拳谱，但肯定不可能有像霸道公爵那样神妙的东西。